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医院是生与死交汇的地方，病痛在这里肆虐，生命在这里诞生，而死亡有时候并未真正离去。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你们夜班的时候，千万别一个人去地下室。实习护士林雅婷坐在更衣室里，手中捧着刚泡好的咖啡，正听着一旁的资深护士李姐缓缓道来。为什么？她笑了笑，虽然心底有些发毛，但依旧装作镇定。以前我们有个清洁工阿姨，每天晚上都会去地下室清理存放药品和文件的地方。有一天，她突然就辞职了，连工资都不要了。走之前还不停地念叨：真的有，真的有，有什么？雅婷忍不住问。李姐压低声音，凑近她耳边，轻轻说道：她说，半夜打扫的时候，听到地下室传来小孩子的哭声，空气仿佛瞬间凝滞。雅婷的后背莫名升起一丝凉意。你别吓唬她。旁边的另一名护士阿童笑着打趣。不过，这事儿确实有点悬。之前也有人说，夜班的时候会听到楼梯间有脚步声，一步两步三步，但走到门口时，外面根本没有人。真的假的？雅婷喝了口咖啡，想压住心底那丝不安。你还不信？李姐摇了摇头。医院是个生死交汇的地方，很多东西都说不准。就说你们新来的医生林俊吧，他上次就遇到过怪事。怎么回事？李姐故意顿了顿，眼神深邃。她那天晚上查房，经过走廊的时候，突然看到一个小女孩站在门口，低着头，看不清脸。他以为是病人的家属，便问她是不是迷路了。结果那女孩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就那么站着一动不动。然后呢？雅婷屏住呼吸，然后她眨了下眼，女孩就不见了。房间里瞬间安静下来，只有墙上时钟的滴答声清晰可闻。哎，医院里这种事太多了，说不清的。阿童耸耸肩，站起身拍了拍雅婷的肩膀。不过你别想太多，我们值夜班的人习惯就好了。对，别一个人去地下室就行。李姐再次强调了一遍，转身离开。雅婷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，心里却莫名有些发冷。传闻真的只是传闻吗？夜班的时间总是漫长而沉闷，病房里的灯光昏黄，走廊里回荡着病人的咳嗽声和仪器的滴滴声。林雅婷坐在护士站，努力让自己专注于手头的病历，但心底的不安却挥之不去。脑海里不断浮现李姐的话，别一个人去地下室。她轻轻摇了摇头，嘲笑自己的多虑。可就在这时，走廊尽头传来了一阵轻微的脚步声，缓慢轻盈，仿佛是一个小孩赤着脚踩在冰冷的地砖上。哒哒哒，她猛然抬起头，目光穿过护士站的窗口，盯向走廊的方向。长长的走廊空无一人，病房门都紧闭着，只有夜灯洒下一层昏暗的橘黄色光晕。她屏住呼吸，耳朵竖得更直，那脚步声却在这一瞬间戛然而止，仿佛从未存在过。是错觉吧？她心底这么安慰自己，可手心却不知不觉攥紧了笔。怎么了？旁边的阿童轻声问。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雅婷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。阿童皱了皱眉，摇了摇头。什么声音？像是脚步声。他迟疑地回答。阿童愣了一下，随即笑着拍了拍他的肩。你别自己吓自己了，这栋医院这么冷，晚上听见点声音很正常，可能是空调、风声，或者病房里有谁下床去厕所吧。雅婷点点头，勉强挤出一丝笑容，却没敢告诉他，那脚步声听起来不像是从病房里传来的，而是就在护士站的外面。凌晨3点，雅婷拿着病历簿巡房，走到某间病房时，看到病人吴伯伯正睁着眼望着天花板，神情有些恍惚。她轻声问，吴伯伯，怎么还没睡？吴伯伯缓缓地转过头，目光直直地看着她，嘴角动了动，低声道，小姑娘，你刚刚是一个人进来的？雅婷心里一紧。是啊。吴伯伯皱起眉，声音有些发颤。可刚刚进来的时候，你身后不是还跟着一个小女孩吗？空气仿佛瞬间凝固，雅婷的手指攥紧了病历簿，
努力维持镇定。您是不是看错了？吴伯伯的脸色变得更加苍白，他的目光缓缓转向病房门口，声音压得更低。他就站在那里，低着头，一直看着你。雅婷猛然回头，门口空空如也，走廊的灯光摇曳不定，远处传来护士推着药车经过的轻微声响，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。他的喉咙有些发紧，深吸一口气，转身安抚吴伯伯：你可能是太累了，休息吧，明天会好些。吴伯伯没有回答，只是怔怔地看着他，眼神里透着一种深深的恐惧。雅婷快步走出病房，深夜的走廊寂静无声，空气却比平时更加冰冷。她环顾四周，努力让自己的呼吸平稳，可心跳却不受控制的加快。是病人产生的幻觉，还是真的有什么东西一直跟着她？雅婷回到护士站时，指尖仍然有些冰凉，她给自己倒了一杯温水，试图让那股不安消散。可不论她怎么安慰自己，吴伯伯那句他就站在那里一直看着你，仍旧萦绕在脑海里，像根倒刺扎进他的神经。夜班的气氛越发沉闷，偶尔有病人的呻吟声从病房里飘出来，走廊上的灯光忽明忽暗，像是随时会熄灭一般。他告诉自己，这只是普通的夜晚，就像之前值班的每一个夜晚一样。时间来到凌晨4点，他低头看了一眼工作表，该去地下室拿病历了。别一个人去地下室，李姐的警告在他脑中回响，让他犹豫了一瞬。可是现在除了他，没有人能去。他叹了口气，拿起工作牌，快步走向地下楼梯间。楼梯间的灯光昏黄，空气潮湿，隐约能闻到一丝消毒水混合着霉味的气息。脚步声在空荡的楼梯间里回荡，每一步都仿佛有另一个脚步在悄无声息地跟随。到了地下2楼，走廊寂静的可怕，存放病历档案的房间就在最里面。雅婷深吸一口气，加快脚步走向那扇门，试图尽快完成任务。她打开门，翻找着病历，柜子里摆满了尘封已久的文件，空气中弥漫着纸张的味道。她的手指在档案夹上一一划过，直到找到目标。正当她要合上档案柜时，耳边却传来了一道极其轻微的声音，呜呜呜，像是小孩子压抑着哭泣的声音，从某个角落传来。他的手骤然停下，心脏一瞬间狂跳起来。听错了，是风声。可声音越来越清晰，带着一股令人心碎的压抑，仿佛一个孩子蹲在角落里，拼命捂着嘴巴，不想被人发现。雅婷的呼吸猛然变得急促，喉咙仿佛被什么东西堵住，脑海里闪过李姐的警告，吴伯伯的话，一切拼凑在一起，令她的后背瞬间窜起一股寒意。她屏住呼吸，缓缓地转过头，目光扫向档案室的角落，那里一片漆黑，什么都没有，可是哭声却仍在持续。她颤抖着后退了一步，鞋底擦过地砖，发出一声轻微的响动。就在这一瞬间，哭声戛然而止，房间里陷入死一般的寂静。雅婷全身僵硬，心跳砰砰作响，几乎能听到自己血液流动的声音。她的眼睛一瞬不瞬地盯着那个黑暗的角落，脑中一片空白，连呼吸都忘记了。刚刚那个声音是她的错觉，还是真的有东西在这里？她的指尖缓缓收紧，咬住嘴唇，试图冷静下来。不能慌，不能跑，一切都是心理作用。可就在这时，她的身后档案柜的门咔嗒一声自己开了一条缝，她的心跳猛地停滞了一拍。然后那个哭声突然在她耳边响起，吴姐姐。她再也忍不住了，猛地转身冲出档案室，几乎是拼命地朝着楼梯间跑去，双腿发软，胸口剧烈起伏。身后一片死寂，没有脚步声，没有影子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她冲回护士站，扶着桌子喘息，额头上布满了冷汗。阿童疑惑地抬头，你怎么了？雅婷哑着嗓子摇了摇头，紧紧抓着自己的手臂，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。可他知道，他真的听到了哭声。凌晨5点，医院的夜晚依旧静谧，病房里偶尔传出病人的低语和翻身声。护士站的灯光明亮，却无法驱散雅婷心中的阴影。她的手仍然有些颤抖，
刚刚在地下室的经历让他的神经紧绷，冷汗早已浸透了背后的制服。吴姐姐，那个声音仿佛还在他耳边回响，带着压抑的哭腔，带着寒意，带着无法言喻的悲伤。他告诉自己，也许只是幻觉，夜班太累了，自己一定是听错了，一定是。但那种被某种东西注视着的感觉却挥之不去。就在这时，护士站的电话骤然响起，打破了寂静。雅婷猛地回神，深吸一口气，拿起电话。护士站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？电话那头传来一阵沙哑的声音，我睡不着，你能过来一下吗？是吴伯伯。雅婷稍微放松了一点，病患失眠是常有的事，她强迫自己回归工作状态，快步走向病房。病房的灯光昏黄，吴伯伯侧躺在床上，眼睛微微睁开，脸色苍白，眼底带着浓浓的倦意和一丝隐隐的不安。吴伯伯，怎么了？他低声问，声音尽量保持温柔，让病人安心。吴伯伯缓缓地转头，定定地看着他，喉咙滚动了一下，低声道，小姑娘，你真的只有你一个人吗？雅婷的心脏猛地缩紧了一下，她的嘴唇微微发白。您这是什么意思？吴伯伯的眼神透着迟疑，像是在犹豫要不要继续说下去。片刻后，他轻轻地叹了口气，缓缓开口，刚刚你进来的时候，我看见你身后跟着一个小女孩。病房里的空气骤然冷了几度，雅婷的指尖瞬间变得冰凉，她勉强维持镇定，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。吴伯伯，您是不是看错了？吴伯伯的脸色愈发苍白，他的目光越过雅婷的肩膀，盯着病房门口，语气低沉。他就站在那里，穿着病号服，头发很长，脸色很白，一直低着头。雅婷的心跳几乎停止，她猛然回头，门口空空荡荡，只有微微晃动的窗帘被空调吹出一丝轻微的波动，没有人。可吴伯伯的表情却仍然充满恐惧，像是亲眼见到了什么不该见的东西。雅婷强迫自己冷静，轻轻拍了拍吴伯伯的手，安抚道，您可能是太累了，有时候人在半梦半醒间会看到一些不存在的东西。吴伯伯沉默了一会儿，低声的喃，可他笑着跟我说话了。雅婷的呼吸一滞，他说了什么？吴伯伯缓缓地闭上眼睛，嗓音沙哑，他说，姐姐听到我了吗？刹那间，雅婷的血液仿佛被冻结，后背传来一阵窒息般的寒意，她的脑海中闪回到地下室的哭声，到刚刚听到的姐姐。她真的被什么缠上了吗？病房的灯光依旧昏黄，吴伯伯已经闭上眼睛，仿佛沉入梦境，但雅婷知道，她今晚恐怕再也无法安然入睡了。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医院的窗户洒进来，夜班终于接近尾声，可雅婷的心却依旧悬着。她强迫自己维持镇定，但内心深处却隐隐有了某种不祥的预感。吴伯伯昨晚的话一直萦绕在她脑海里，他说，姐姐听到我了吗？那个声音，那个哭泣的孩子，那个被遗忘在黑暗中的身影，他们拼凑出某种可怕的现实，令他不寒而栗。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。雅婷，麻烦你去地下室取一份昨晚的病历，病房这边需要。护士长的一句话让雅婷的心一沉。地下室，她下意识地重复了一遍。护士长点了点头，对，昨晚登记的某个患者数据不全，病历还在档案室，快去吧，早上医生要用。好。他想拒绝，可根本找不到理由。他不能告诉护士长自己害怕，因为他都不确定自己究竟是在害怕什么。他努力让自己平静，调整呼吸，拿着病历单向地下楼梯走去。地下2楼档案室，雅婷站在档案室门口，深吸了一口气。她告诉自己，天亮了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她推开门，走了进去。档案室依旧是昨晚的模样，微微潮湿的空气中弥漫着纸张的气息，墙角的旧风扇缓缓旋转，发出轻微的嗡嗡声。他走到档案柜前，熟练地翻找着病历。时间在静谧的空间里流逝，他的心跳逐渐平稳，甚至开始觉得自己昨晚的恐惧可能是多余的。但就在他找到病历，正准备离开时，呜呜哭声突然响起。雅婷的手僵在半空，
呼吸瞬间停止。那声音就像昨晚听到的一模一样，微弱压抑，带着悲伤和孤独，可这次比昨晚更近了。他的心脏狂跳，喉咙发干，指尖渗出冷汗。他缓缓地转过头，目光扫向档案室的角落，那里蹲着一个小女孩，她穿着白色的病号服，头发散乱地垂在脸侧，微微低着头，肩膀一抽一抽地耸动着，似乎正在哭泣。空气变得死一般寂静，雅婷的血液瞬间冻结，她想要后退，却发现自己的脚像是被定在原地一样，一步都动不了。她屏住呼吸，嗓音颤抖：“你是谁？”小女孩慢慢地抬起头，她的脸苍白如纸，眼睛深陷，嘴角带着一抹微不可察的弧度，似哭似笑，带着诡异的静谧。“姐姐，你终于听到我了。”雅婷猛地后退，指尖撞到身后的档案柜，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动，她的喉咙发干，脑海里一片空白。“不，你……”她几乎说不出完整的话。小女孩站起身，缓缓向她走来，赤着脚，每一步都仿佛在阴冷的地砖上留下一丝印记。雅婷的呼吸急促，心跳几乎要跳出胸膛，她想要逃，却发现自己的双腿完全无法移动，像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死死钉在地面。小女孩停在她的面前，抬起手，轻轻地拉住了她的手腕。那一瞬间，一股彻骨的寒意顺着手腕蔓延，全身的血液仿佛都被冻结。然后小女孩轻声说道：“姐姐，你能带我回家吗？”一瞬间，无数破碎的片段涌入雅婷的脑海，她的眼前浮现出一张陈旧的病历，泛黄的纸张上写着一行字：姓名陈小英，年龄6岁，死因病逝于医院，家属因经济问题未能及时认领遗体，存放地下室过久。她的瞳孔骤然放大，脑海里一片轰鸣，这个孩子就是那个被遗忘在医院里的孩子。她的手腕被小女孩紧紧握着，那股寒意令她浑身战栗。她看着小女孩那双绝望的眼睛，突然意识到她不是鬼，她只是一个被遗忘的灵魂，一个等不到家人无法离开的孩子。“姐姐，带我回家。”小女孩的声音轻轻的，带着哀求，带着无尽的孤独。雅婷的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一样，她想要挣脱，可是却无论如何已无法抗拒那双冰冷的小手。她猛地闭上眼，眼泪止不住地落了下来。“对不起。”她颤抖着开口，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。“我不知道你一直在这里。”当她再度睁开眼时，小女孩已经消失了，只有档案柜的门半开着，微微晃动，仿佛有人刚刚从里面走出。空气中残留着一丝淡淡的潮湿气息，还有某种说不清的悲伤。她低头看向自己的手腕，那里什么痕迹都没有。可她知道，那个孩子真的来过，而她还在等待一个回家的机会。晨光透过医院的窗户洒进走廊，夜班终于结束，值班的护士们纷纷交接完工作，准备回家休息。雅婷坐在护士站里，手心仍然微微发冷，脑海里一遍遍回放着刚才发生的事，地下室的哭声，吴伯伯看到的小女孩，还有她的请求：“姐姐，带我回家。”这句话深深地刻在她的脑海里，挥之不去。她打开电脑，颤抖着手指输入陈小英的名字，在医院的内部数据库中搜索，档案编号 B2147。她点开文件，屏幕上跳出一份陈旧的病历，资料已经很久没有被更新，字迹模糊，泛黄的扫描文件上写着：姓名陈小英，性别女，年龄6岁，住院时间1996年3月到1996年7月，病因重症肺炎，病情病程恶化，抢救无效死亡。家属情况：父母失联，未能及时认领遗体。处理方式：遗体存放于太平间等待认领。雅婷的心脏狂跳，呼吸变得急促。1996年，这意味着这个孩子的遗体在医院的地下室停放了多久？10年、20年，还是从未被带走？你在查什么？身后突然传来护士长的声音。雅婷猛地一惊，连忙关掉页面，脸色苍白地转过头。没什么，她结巴着回答。护士长皱起眉，目光锐利，
你在查陈小英？雅婷顿时一僵，抿紧嘴唇，眼神躲闪。你听说她的事情了？护士长的语气比想象中更平静，但却带着一丝难以言喻的沉重。雅婷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点了点头。护士长沉默片刻，叹了口气，在他旁边坐下，语气低沉。这个孩子的事情，我们这批老护士都知道，他是个可怜的孩子。他的家人呢？雅婷迫切地问。为什么没有人来认领他？护士长苦笑了一下，目光落在窗外。他的母亲是个外籍劳工，来台湾打工时怀孕，孩子出生后，他一直带着小英生活，但生活困苦。后来他生病了，没钱看病，只能四处打零工。等他终于存够钱带孩子来看病时，小英的病已经恶化了。雅婷听的心揪了起来，指尖都在微微颤抖。护士长继续说道，他妈妈拼命想救他，但最终还是无力回天。小英走了后，他母亲哭得撕心裂肺，可是医院让他缴清医药费才能领走遗体，他身上根本没有足够的钱。他试着去借去求，可是没用。后来他答应护士站，说他会回来带小英回家，可谁也没想到，他走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。雅婷的喉咙发紧，他母亲是抛弃了他。护士长轻轻摇了摇头，眼神里带着一丝怜悯。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，有人说他回了自己的国家，有人说他在流浪的时候病死了。总之他再也没有回来，而小英的遗体就这样一直存放在地下室。雅婷的心脏狠狠地揪紧了。一个6岁的孩子在医院孤独地死去，母亲消失，遗体被冷藏在医院的地下室，被遗忘，被抛弃，被时间一点点埋葬。他想起昨晚看到的那个小女孩，哭泣的身影，低垂的头发，还有冰冷的小手。他不是鬼，他只是一个想回家的孩子。雅婷的眼睛微微发红，心里涌起一阵酸涩的痛楚。后来呢？他声音有些沙哑。护士长叹了口气，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。后来太平间的管理员换了一批又一批，陈小英的档案逐渐被遗忘，她的遗体被安置在无名尸体区。医院的人渐渐不再提起她，直到开始有人听见哭声。你相信那些传闻吗？雅婷低声问。护士长沉默了一下，缓缓说道，我不知道是不是鬼魂作祟，但我知道他一定很孤单。空气沉静了几秒，雅婷低下头，手指微微收紧。她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相信鬼魂的存在，可是如果世界上真的有灵魂，那么小英的灵魂一定一直在地下室徘徊，等着母亲来接她，等着一个回家的机会。可是她的母亲再也不会回来了。雅婷深吸了一口气，站起身。护士长疑惑地看着她，你要去哪里？她抬起头，眼神坚定，我要去地下室。你疯了？护士长皱眉，你不是才刚回来吗？雅婷看着他，语气平静，却带着某种决然。他已经等了太久，我要带他回家。雅婷深吸了一口气，走进台大医院的地下太平间。这里的空气阴冷，带着消毒水和陈旧的霉味，墙上的日光灯忽明忽暗，走廊里回荡着他脚步的回音，像是有什么东西正无声地跟随着他。他的手中紧握着一张泛黄的病历，上面清晰地写着陈小英，6岁，1996年病逝，家属失联，遗体存放至今。他一直都在这里，被冷藏，被遗忘，被困在黑暗的角落，等待着某个人，等待着回家。雅婷站在存放无名遗体的柜子前，指尖轻轻抚过那块冰冷的金属门牌，她的喉咙发紧，眼眶微微泛红。她应该在这里，小英还在这里。可当她颤抖着手打开柜门时，里面空无一物。她的瞳孔骤然收缩，遗体不见了，怎么可能？20多年过去，医院的数据库里明明还记录着她的尸体仍存放在这里，为什么会消失？雅婷的手指抖了一下，喉咙干涩的发不出声音。她缓缓地后退了一步，想要离开这里，可就在这时，身后的走廊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，哒哒哒。雅婷的背脊瞬间僵住，指尖发冷，头皮发麻。她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回头。走廊里依旧空荡荡的，
没有人，但空气却冰冷的不正常，像是有一股寒意从某个未知的角落蔓延而来，包围着他，渗透进他的皮肤，钻进骨髓里。他的心跳越来越快，指尖死死地攥着病历，试图让自己冷静。可是，一阵极其轻微的笑声从他的耳边响起：“姐姐，你带我回家了吗？”他猛然睁大眼睛，呼吸瞬间停滞，猛地往后退了一步，后背狠狠撞上了墙壁。眼前小女孩就站在那里，依旧是那件病号服，依旧是那头散乱的长发，依旧是低垂的头。可这一次，她的脸上带着一抹诡异的笑容。她一步步向前走来，赤着脚，脚步没有发出丝毫声音，仿佛整个世界都被她的存在吞噬。雅婷想要逃，可她的身体僵住了，连呼吸都无法顺畅。小女孩停在她的面前，缓缓地抬起头，露出那张苍白的毫无血色的脸，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一抹模糊的弧度。“姐姐，你带我回家了吗？”她的声音轻柔，却带着冰冷的回音，仿佛从另一个世界飘来。雅婷的瞳孔微微颤抖，嘴唇发白。“小英，你的遗体不见了。”小女孩缓缓地眨了眨眼，眼神里闪过一丝困惑，随后她的笑容缓缓收敛，脸上的表情变得空白。“不见了。”她喃喃重复了一遍，仿佛在消化这个事实。然后她突然剧烈地颤抖起来，像是被某种强烈的情绪冲击，整个身体开始模糊，仿佛随时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她缓缓抬起手，抱住自己的头，身体微微蜷缩，嘴里不断地喃喃低语：“不见了，不见了，我回不了家了，回不了家了，回不了家了。”她的声音越来越小，越来越悲伤，最终化作一阵微弱的抽泣声，缓缓消散在空气中。雅婷的眼眶微微泛红，她的胸口像是被一块巨石狠狠压住，沉重的喘不过气。这个孩子从死去的那一刻起，就一直在等母亲来接他，可现在他连自己的遗体都找不到了。他被遗忘在这个世界的角落，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，没有人记得他的名字。他的尸体不知所踪，连灵魂都找不到归宿。他的泪水缓缓滑落，哽咽着开口：“对不起，小英，对不起。”可当他抬起头时，小女孩已经彻底消失了。真正的恐怖不是鬼，而是遗忘。从那天起，地下室的哭声再也没有出现过。雅婷不知道那一夜小英的灵魂去了哪里，但她知道有些鬼魂并不是想要害人，他们只是不想被这个世界彻底遗忘。